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来说一下 AI 绘画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Canva UI，同样也是开源项目。然后这个项目之前出过一期视频，就是说这个实时绘画的内容。然后这个 Canva UI 它可以实现的效果还远不止如此，它还有很多的效果可以实现。考虑到后续会涉及到更多的内容，然后还是想把这个 Canva UI 的一些相关内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这个首先肯定是下载安装，然后这边有个安装。大家点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过来之后这有个链接，点一下这个链接就可以，然后它会自动下载，体积很小，1.4G 的一个体积，大家下载完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我这边给大家放了一个包在这儿，大家可以直接使用我这个包，然后也可以自己来这个网页上下载。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安装，直接点那个解压就可以，解压的当前文件夹。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把文件解压做完毕了，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文件。打开进来之后啊，我们先来更新一下，这边有个更新文件夹，大家点第一个更新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第二个更新呢是涉及到别的一些东西，只要我们就是程序能运行，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就没有必要去动它，我们只保持第一个更新就可以了。好，然后翻回来，下面这两个文件都可以启动。如果我们是 A 卡用户的话，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 CPU 来启动。然后我们当然是用显卡肯定是最好。然后我们双击这个启动。这样的话就来到了我们这个使用界面，然后这边呢有一些设置，当然它是英文的啊。然后我们首先第一步做的事情呢，我们要加入一个插件，可以让它来变成中文，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中文插件，它可以转换成其他的语言。然后这样我们下载的话很简单，点那个 code， 然后这边有个下载，让我们把它下载下来，这样的一个文件。然后这个文件我们在这边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在这个节点里面，这边有个汉化，这就是我们这个下载下来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下来，把它放到这个包里面。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文件夹，大家注意这个名字，然后我们把它贴进来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挤压到当前文件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汉化插件就装好了，这个就可以删掉了。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串字符给它去掉。然后呢，我们再来启动一下这个程序。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它已经变成了中文。已经汉化成功了，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也就更方便了。然后这边有一些设置，有些设置的话，我们待会儿会装更多的插件，在这边会有一些相关的设置，待会儿我们提到了再说。现在我们先把它关一下。然后这边呢，因为我准备了几个插件节点，算是最基本的几个插件吧。这几个东西呢，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然后把它去放到我们这个对应的文件夹里，这个就不去详细的去说了。我们要做 AI 绘画，那么首先除了这个工具之外，我们肯定需要模型。我们需要很多的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其他的一些模型，然后来实现我们绘画效果。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怎么去下载模型？就是大家下载下来模型之后呢，还是跟那个其他的绘画工具一样，模型下载下来之后，还是放到这个模型文件夹里就可以了。这个文件夹放大模型，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相应的一些小模型，还有一些别的模型、微印模型，都在这个文件夹里，大家去下载下来之后放进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之前大家应该可能都用过那个 SD 那个绘画工具，就这个。然后呢，它里面我们已经下载了很多插件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重复下载肯定是不行。然后你把文件再复制一份过来，其实也比较浪费空间。那么怎么办呢？它这个提供了一个新的用法，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边的模型，然后不需要再去下载，然后也不用复制。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我们把后面这个给它去掉，然后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双击打开这个文件。大家看到这边有个设置，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 Canva UI 呢可以共享这边的模型。当然，首先我们要改这个地址，然后这个地址呢是根据这边的文件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文件，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把这个地址，然后呢把它贴到这就可以了。然后保存一下，大家看下面这个模型，就是这个大模型，它就是这个地址，然后加上这个地址，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大模型的一个位置。然后下面的也是同样的，然后大家可以照着自己的电脑上的这个文件夹的位置，然后把它复制过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两个地址的一个组合去调用这个 SD 文件夹里的模型，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重复下载。然后下面有个 ControlNet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看一下你的文件相关的这个 ControlNet 涉及到的模型是不是在这个文件夹里啊？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不用改；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你的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要一一对应。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共用的一个用法。这样的话，就是到这儿为止，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安装
使用以及涉及到的一些东西呢，我们就说完了。它这个工具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改的东西并不多，只有这么一个文件其他就没有了。好，然后我们启动我们的程序，现在就进来了。因为我们刚才装了汉化插件所以这边能看到了。如果大家把其他插件也装进来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点这个齿轮，打开它的设置界面。这个里面的选项大部分都保持默认，没必要去调整。然后这边呢有个语言，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这个语言，一般来说我们就中文嘛。然后这边有个图像面板位置默认是在下面，就下面这一行。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终你做出来的图它会显示在下面这一栏。当然我们进行一些更改，比方说我们可以改到上面，可以改到左边，就看大家喜欢哪个方向，然后我们就改到哪个方向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设置完了。然后这边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Canva UI 的管理器。这里面呢涉及到所有节点的安装，然后还有一些模型的安装，然后都是在这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节点的安装，我们可以直接到它的网页上去下载，下载下来之后呢，把它放到对应的文件夹里。然后如果说你不想在那边下载，你也可以在这边来下载，点这个安装节点，它会自动检测数据库，然后打开一个节点的安装界面，然后你可以自己在这边去搜索，这也是一种安装节点的方法。这边我们稍等一下，打开这个库是需要外网，比方说我们刚才装的这个插件，我们可以把它名字复制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来搜索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就搜到了，是吧？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插件。就是大家不在网页上下载的话，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安装也是可以的，这边直接点安装就可以。然后下面同样的这种缺失节点啦、安装模型啦，都可以通过这边的方法来下载。什么叫缺失节点呢？有时候别人分享的工作流，我们直接拽进来。我给大家找一个吧。这个大家看这么多节点，我这边没有装，这就是缺失节点。反映上来之后呢，就是你这边是红色的。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应该有这种。大家看到这边都是这种颜色，红色的，就代表说这些节点我这边没有安装。这个时候你想安装的话，就在这边点那个安装缺失节点，它会自动检测，就是你这边节点是缺了什么然后自动就检测出来了，然后去安装。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功能，这个是需要大家了解的。然后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来做一张图，做个纹身图的流程。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模型，一个大模型。这边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加载器。大家看到我们这边有个加载器，它是用来加载我们的这个模型然后我们这边选一个模型，随便选，就是你机子上的模型。如果没有的话，说明你那个文件的路径没对，然后你需要去重新去检查一下这是我们首先加载一个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加载完之后呢，我们肯定是需要提示词，然后用这个 Clip 文本编码器，一个正向提示词，一个负面的提示词，然后我们来两个。上面这个代表正向，下面这个代表这个负面的提示词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接下来呢，提示词过来应该干嘛？我们应该进采样器，然后它连接一个采样器，正面提示词连接上了，我们把负面也连上，节点连一下，这边就都连上了。然后这个模型的话，从这边直接连过来，因为我们肯定需要大模型，对吧？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干嘛呢？就是我们需要给采样器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图像。因为它这个整体 AI 绘画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文本，两个文本去得到最终的一张图。那么文本的提示呢，它是需要一张空白的画布的。因为你没有画布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文本涉及到的内容，我们要画在什么东西上面呢？所以我们这边首先我们要给采样器一个空白的一个图所以我们点这个拉出来，这边没有，我们得在这里面找。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空白的画布，然后我们给它一个空白的画布这个画布的宽度、高度，批次就是一次出几张图的意思。然后我们按照最基本的768最经典的这种尺寸。我刚才为了找这个节点，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那么有没有快速寻找的方法呢？肯定是有的比方说我们这边可以在这个空白处双击你的鼠标左键，大家看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搜索框，然后你可以搜索你这个节点。当然你需要记忆一些这种节点的简单的名字，比方说我们这个是吧？还有个英文，我们直接输入这个，大家看到我们这边已经有了。当然大家能记住这个节点到底是在哪个里面的话，大家也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我们现在给它采样器提供了一张空白的画布，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采样器里面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活动。采样完之后需要把这个图的信息把它进行解码，大家看我们这个解码节点，然后呢我们最终输出我们一个图像。
边我们可以点这个保存图像，我们这边还可以直接预览一下，因为我们如果是不想保存的话，那么这边你可以直接预览，在这边可以预览也可以保存，保存呢会直接传到这个 Alt 这个文件夹，会存到你的这个输出文件夹，就你所有的图片都会存在这。现在呢，为了简单些，我们就不保存了，我们直接预览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点击运行，运行怎么运行呢？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点这个提示词队列，或者是第二种方法用你键盘上的 Ctrl 键加回车键来运行。我们来运行一下。好，大家看到现在提示报错，提示这个 VAE 模型没有挂载，你没有连上的话，它会提示你，所以即便你错了也没有关系。然后我们把它连接到大模型的这个 VAE 节点就可以了。大模型它一般都自带了这个 VAE 模型所以我们这样直接连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大家看这个流程，它是从这儿，然后经过这儿，然后进了采样器，然后再解码，然后再输出，就让这个图呢就出来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整体的这个流程呢，大致上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拜拜。